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戏内甜如蜜，诚意戏外陌路人。这6对老死不相往来的 CP 是怎么闹僵的？早年还曾设过最佳荧幕情侣这个奖项，在剧里他们一起成长，携手一生。剧外的网友也客疯了，可剧播完后，有些人没有妥善处理这段关系，有人避嫌，有人见面撕番位，有人重逢尴尬，甚至有人老死不相往来。接下来就介绍6对戏内甜如蜜，戏外陌路人的荧幕 CP，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渐行渐远的。1. 张云龙钟楚曦。钟楚曦的新剧《我要逆风去》正在热播，有人辣评：我一定要看看龚俊是谁。我想知道钟姐没拿下的男人长什么样。其实，网友发出这样的感叹，还是因为钟楚曦那几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恋爱。前几年她和李现曾有过一段恋爱，大学时期的恋爱总是美好的，两人是人人羡慕的校园情侣。但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，据说是因为两人的发展不同，后来的钟姐就开始一心搞事业。那时的她签约华谊，星途坦荡，还被冯小刚选中出演《芳华》。虽然她没有大火，可后来和她合作的哪个不是当红的男艺人？到2025年5月，她和张云龙合作《最遥远的距离》。有一说一，张云龙虽然签约嘉行，但一直都不温不火。或许他自己都没想到会因为恋情小火了一把。虽然两人都没有公布恋情，可两人在片场就异常暧昧。张云龙眼神里的爱意藏都藏不住。直到5月，他又被拍到疑似住在女方的家里。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，他直接表示非常渴望拥有一个家庭。连孩子都想好了，那时的网友就默认他喊话的对象是钟楚曦。可到了今年的5月，钟楚曦却和侯文媛牵手，这让吃瓜群众看得云里雾里。毕竟他和张云龙上个月还在甜蜜拍摄画报，前后只有20多天，能和旧爱毫无芥蒂的营业，艺人不是谁都能当的。不过，两人之间还有一部待播剧于上个月底播出，作为男女主演，两人必须合体营业。女方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可男方却随时都有种哭出来的感觉。张云龙笑起来的模样简直比哭还难看，网友纷纷开始心疼他。不过两人的情况在娱乐圈可不是个例。2. 陈星旭、张婧仪。都2025年了，很多人还在为李成银和小峰的爱情流泪。当年很多人都希望剧外的两人也能在一起，也有很多粉丝期盼着二搭。后来，男方和张婧仪传出绯闻的时候，很多人都非常伤心，认为自己的 CP 毙了。据悉，他和张婧仪两人因《一见倾心》这部剧结缘，两人如这部剧的名字一样，迅速坠入爱河。在娱乐圈多年，张婧仪虽然没有大红，但她本人长相也不错，演技也可以，还是陈坤旗下的艺人。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，她都有拍摄。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，两人就走在一起，还被拍到共处一室。两人的路人缘也不错，很多网友都送去了祝福。可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，让人感到无比地心塞。光看两人的脸，这是见到仇人了吗？网友不禁发出疑问：什么时候分手了？可两人还要坐在一起甜蜜宣传新剧，只要剧没有播完，两人就得见面。两人的采访真是满屏的尴尬。陈星旭的第一句就是问旁边张婧仪的名字，这让女方直接失去了表情管理。张婧仪也没有客气，大方向观众分享自己最喜欢的戏份就是扇男主巴掌，还说对陈星旭毫无感觉。陈星旭再也坐不住了，
直接打断对方的话。要知道，他和别的女演员坐在一起时可不是这样的，他非常体面，总是满脸笑容。另外，他的感情也是难得糊涂，拍一部剧就有一段绯闻。他还曾和胡冰卿被拍到牵手的照片。3. 刘昊然、谭松韵。自然东夫妇出绯闻后，他的路人缘急速下降，很多人又想起了当年的耿耿于怀。虽然只是一部网剧，可在当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。光看谭松韵整张脸，谁能看出两人是姐弟恋，而且还差了7岁？而刘昊然也是满脸青春的模样，看来校园剧还得年轻演员来演。校园摸头杀，一起上课，同桌结情，两人那跨越10年的爱恋让多少人感动。与此同时，剧外的两人也成为了当下大热的 CP， 可现实却是两人没有合体，社交平台也没有互动，跟陌生人一样。两人到了今天这样避嫌的局面都是有原因的。刘昊然和谭松韵是情侣，免不了就有很多亲密的戏份。那些眼神拉丝的路透传出时，很多人表示磕疯了。可男主和欧阳娜娜的 CP 粉却不满意了。不仅如此，当事人还点赞了一则为什么不让欧阳娜娜出演的相关动态。据悉，两人刚合作完《北京爱情故事》，那时的刘昊然和欧阳娜娜可常常互动，还一起拍摄广告、参加综艺，说是小情侣都有人信，似乎只差一个官宣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谭松韵一直因为年龄被骂。在有些人的心里，刘昊然20出头，女生都快奔3了，也难怪谭松韵不敢和男主互动。不过，让两人彻底闹僵还是因为狗子的爆料，他们将两人同居的消息放到网上。虽然已经澄清，但粉丝和当事人的心里都不好受，两人想同框估计难了。4. 陈晓赵丽颖，两人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，都快成娱乐圈的未解之谜了。有人还曾扒出时间线来推测此事。两人因拍摄于正的剧相识，刚开始互相看不对眼，后来因陆贞传奇二搭才逐渐熟络起来。剧播出后，陈晓赵丽颖这2个名字被紧紧捆绑在一起，戏里甜如蜜，戏外的两人也非常好客，比如陈晓会大方给小赵过生日，比如朱子骁这句模棱两可的话，这是暗示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比如宣传时两人这副亲密的模样，在问及是否恋爱的时候，都害羞地低下了头。再比如，明明周冬雨才是他的官配，陈晓却拉着女配赵丽颖的手不放。这也难怪粉丝多想，可当事人却一直都稳如泰山，没有直言两人的关系。直到陈晓进组《神雕侠侣》没多久，就曝光了新的恋情。在众人质疑小龙女时，她霸气维护，而且不同于和赵丽颖的支支吾吾，这次她大方承认，公布恋情、领证、办婚礼，一条路程走得很快。可很多人并不满意陈妍希，一直都在社交平台向陈晓喊话。此时的陈晓参加了一档节目，华少也没客气，直接问及他和赵丽颖的关系。一句炒作让多少人为之落泪。也正是这句话让赵丽颖陷入了无尽的争议之中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昔日的好友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心无芥蒂的相处。从那之后，两人再也没有同台过。5. 边城任敏，清平乐捧红了任敏，很多人都非常共情徽柔公主，而她和怀吉的意难平也让无数人为之落泪。剧播完了，很多人还是走不出去，纷纷到演员的社交平台下留言。剧方还特意安排了一场直播，只为可以增加热度。很多抱着剧内苦剧外肯定甜剧粉纷纷涌入直播间，可他们想错了，他们看到的不是两人撒糖的场面，
而是尴尬到无话可说的场面。刚开始，很多人都被编程很多低情商的发言给劝退了，毕竟他会说任敏就是一个个子有点矮、长相平平的姐姐，直接戳女生的痛处真的好吗？而且任敏长得也没有他说的那样差吧。当粉丝问及两人会不会二搭的时候，任敏的回答挑不出错处，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。编程却说不会，她的年龄只能演我阿姨。实际上，任敏也才20多岁啊。当时很多粉丝都很难受，觉得年纪小不是理由。可编程继续在任敏说自己怕冷，天天泡脚后，漫不经心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是因为你脚臭。”这次连任敏本人都生气了。或许他也没有想到，和自己拍了几个月戏的弟弟会这样嫌弃他。可任敏还是体面地说了一句：“没事，我原谅你。”直播刚结束，他就被骂了。可道歉时却还叫着女孩子的外号。任敏再次选择原谅，能这么不体面也是少见。6. 程毅袁冰妍。凭借《莲花楼》等多部作品，程毅已然成为了当红小生。他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。靠着仙侠剧出圈的他，还被大家吐槽程毅一直都在吐血。这话说的也没错，他事业的转折点确实是琉璃。司凤不仅扮相清冷，人设也好，谁还没被深情且美强惨的他给圈粉呢？随着剧集的成功，一部分网友纷纷开始磕 CP， 随后又有人扒出他和袁冰妍在拍摄时的互动，两人这打情骂俏的模样，连导演都直呼受不了。可剧外的司凤和玄机却避嫌到让观众心塞。为了回馈粉丝，片方还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粉丝见面会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歌会。可台上的出狱夫妇却形同陌路，两人之间隔得很远，也无任何互动，男方还一直冷脸。前期做游戏的时候，程毅直接忽视了袁冰妍这个人，即使是情歌对唱的环节，两人也是全程无交流。起初，袁冰妍的脸上还带着笑容，一直都在向程毅撒娇卖萌。可黑脸的程毅一直都不为所动，最后女方竟然数次流泪，这件事也成为了他身上的黑点。那时，一些袁冰妍的粉丝以及双方的 CP 都非常不满，他们本以为能看到好的售后，可却变成了不体面的尴尬，甚至有人在网上喊话退钱。毕竟除去现场的观众，线上的观众想看还得花50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看就是剧本，剧情已经结束，拆 CP 是很常见的操作，但这样的方式还是让很多人心塞。对演员来说，演技最重要，与其想着怎么靠炒 CP 增加热度，不如想着怎么靠作品说话。而有些荧幕情侣的解绑行为太过专业，也太过刻意。事实上，娱乐圈也有很多非常体面的荧幕情侣，